拎起本書，內容太多，本書太厚，無從入手。有呢個簡單嘅方法，內化知識，活學活用，化繁為簡。除咗可以喺 Amazon 購買希韻嘅精讀筆記，或者訂閱希韻讀書會外，睇書之前，尤其係一啲艱澀難明嘅書本，可以先喺網上邊收集一啲參考資料。因為網上面已經有好多前人總結嘅資料，例如大綱、書評文章，甚至人哋嘅賞識。除咗 Google 同埋維基百科大神之外，我已經幫你哋整合一啲常見可以睇書評嘅網站。了解概況之後呢，我哋可以預測內容，例如睇呢本書嘅目標係乜嘢，想獲得嘅技能，了解一個方法，明白作者嘅三觀，從而希望藉呢本書等自己獲得邊一方面嘅提升，定係單純嘅享受陶冶性情。當中我哋有咩細節要注意同埋加強㗎？呢件事又點解同埋點樣發生㗎？跟住就要帶住個問題去睇本書。例如我想學理財，睇一本關於理財嘅書籍，我嘅目的呢，就係想穩健保守咁樣增長資產。本書呢，就建議我做分散投資同埋自我增值。咁相關嘅知識又點樣去套落我身上呢？再者，我哋就可以假設問題嘅答案。譬如分散投資同埋自我增值，我可能會諗到購買呢個股票同埋基金，並且努力學習唔同嘅事物，然後根據個假設嘅答案喺文中揾翻相關嘅證據去支持或者反駁論點。例如本書話分散投資係為咗經濟市場不可控嘅因素去避免或者轉移風險，所以需要多方面發展。跟住我就間低或者寫低相關嘅重點，當中相關嘅可能重點係風險管理、分散投資同埋自我增值。歸納內容之後，就去思考同埋修訂適合自己嘅有用方案。睇完本書，發現原來風險管理、分散投資同埋自我增值好重要㗎。但無論股票定係基金，都嚟自你嘅經濟市場存在風險。為咗更加有效等自己可以自我增值，減低風險，我或者可以考慮做斜槓青年，增加多元收入，減低經濟市場為我帶嚟嘅風險啦。最後記得訂閱、按讚、分享希韻讀書會。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喺下邊留言。拜拜。